全体上树。通知大伙儿清理战场。是，全体打扫战场。是。好听吧？不错。欠你的人情，我算是还了啊。怎么还了？礼轻情意重。我救的是你的命。一般人我不给他吹，我那将军老爸都没听过的。哎，要是有一天我在战场上被俘了，你会怎么办？毙了你！那你得打准点。你放心吧。徐营长，祝贺你们首战告捷啊！请你代表本师长和全师官兵，向全体刺刀先遣营的弟兄们，特别是英勇无畏的段准国小队表示致敬。我要立即报告国防部，给你们请功嘉奖。徐营长，根据你报告的情况，我断定，这场前哨战就是敌人大规模进攻战的开始，日军将会很快组织反扑。我命令刺刀营全体迅速撤离，同时炸毁皮尤河大桥，收缩战线，回防西塘河。干得不错啊！撤。
で負けた。なぜだ。僕の責任です。根本承知をしても。大本営は責任軍人を懲罰する。宮沢君、君の運と能力も悪すぎだ。僕は必ず挽回します。もう遅れだ。帝国軍はミャンマーで勝たなければならん。失敗者の末路はこうしかない。はい。报告。军座，200师首战报捷。好啊，好啊！海鸥又给我们带来了喜讯，皮窝火大捷。哎，小贝兄，你的三儿子平安无事。小分队屠狱夷狄。参谋长，屠狱夷狄，什么意思啊？屠狱夷狄。周，有什么要求？老段，我得麻烦你一趟，你去铜鼓前线摸摸情况吧。那就烦请德培兄辛苦一趟，顺道呢也看看你儿子。二位的好意，我心领了，谢谢。弟兄们，平和首战告捷，干净利落。刺刀先遣营的弟兄们为远征军入缅减了产，为本师的铜鼓保卫战开了仗，为我们树立了榜样。特别是段正国的小队，孤军穿越敌丛，智勇伏击日军，无畏的精神和出色的战绩，赢得了惊人的荣誉。我们军人要为民族战死沙场，为国家马革裹尸。弟兄们，有没有信心？有！现在宣布命令：原1排代排长段正国到，提升为刺刀先遣营1连长，授陆军中尉军衔。是。原1排副排长曹金忠到，提升为1连副连长，陆军中尉军衔。是。士兵童凤旗到，提升为1排排长，军衔陆军少尉。是。原1排士兵丁华到，提升为1班班长。是。诸位兄，光荣啊！过奖了。郑国英雄少年，相信在经历过几次大仗，必成大才啊！这小子从小对我叛逆，性格又过于倔强，待师长提拔需慎重。我喜欢这样的士兵。再说，拔主额功臣乃本师的传统，提拔他也是为了激励将士勇敢作战嘛。话我说到了，你得心中有数。哎，忠义兄除了代表总部慰问帝师之外，一定还有其他的事情吧？啊，史迪威和杜聿明对你电文中所说的“屠狱夷狄”4个字非常重视，命我前来了解情况。我也正琢磨这事儿呢。高参谋，到，你去把许营长交来那几样东西拿给段长官看一看。是。来，请坐。三哥，你从哪冒出来的啊？晒那么黑啊？太好了，太好了，你总算还活着。你找什么吧？臭丫头怎么说话的？巴不得我回不来是吧？不是这意思。三哥，这是我搭档水晶轩女士。您好，水记者。打小就听说你了。可以吗，段连长？当然可以，接受你的采访，我非常高兴。那我们随便聊聊好吗？没问题。我听不少人说起你，打小就秉性顽皮、桀骜不驯的，做很多事情都是顾头不顾尾，是这样吗？切，谁跟你说的呀？臭丫头，出卖我是吧？啊？我又没冤枉你。回头收拾你。其实打仗不是谁一个人的事情，
我必须学会保护我同生共死的兄弟，必须学会如何撤退，如何打击敌人，保护好自己。我还听说你当兵打仗是为了证明自己。一开始，这是我心里最大的目标。可是发现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近的时候，现在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你想证明自己什么？这个问题我可以不回答吗？好，咱们换个话题。这次你父亲让你们4个孩子都到了缅甸战场，其中你是在最危险的一线部队，害怕吗？怕，真的怕。说心里话，这次滞留敌后，我没想到我能回来。战场上风雨莫测，我们算是命大吧。段连长，你都快成名人了。对不起，小妹，啊，过来，帮三哥一个忙。先把钱还给我，就帮你。那么多废话，回头一块给你。看见我这帮弟兄没有？你的任务就是给他们每个人拍一张照片，回头再来一张集体合影，怎么样？好吧，这个忙我帮。哎，这才是我的好妹妹啊！等等等等，最后一个问题，我看见你非常极力的要给每一个士兵照相，为什么？说心里话，水记者，采不采访我不重要，只是我的这些兄弟们，今天还兴高采烈的，明天可能就不在了。拍张照片是为了留个念想。这几种可能性都有。地图上也没什么标记，可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片区域呢？还是交给军部的情报部门分析吧。好，时间不早了，这些东西我带走。好，诸位兄，该和三公子见面了吧？不管，去把赞助官叫来，顺便让他们把记者请走，这里太危险了。是。都站直了啊！回头把照片寄回家，让老爹老妈都高兴高兴啊！哎，林子别打了个脸，笑一个。快点站直了。怂样怎么找媳妇儿啊？好好好，1、2、3。哎，等，我来个。来了啊！哎，1、2、3。抱回去。行了，长高了，结实了，也黑了。最后一次离开家有多久了？有1年多了吧。家里都还好吧？还好，你妈身体还行，就是寂寞些。毕竟都走空了。您在驻缅参谋团任职？这次你做的不错。您指的是敌后突围？也包括出国之前。出国之前，我没干什么呀。上峰调你离开刺刀别动队，你没有接受，这不错。一定是妈的主意。不要怪他，可怜天下父母心呐。明白。以前是我不太懂事儿。嗯，你小子知道这个了？既然上了战场，
懂打仗，懂带兵，这才是你的要务。连长不好当啊，既要完成任务，又要照顾好上百个弟兄。我一点准备都没有，总觉得心里不踏实。能这么想，就是个好的开头。带了什么？妈给我。打阵地战、阻击战，不像敌后突围，会更艰苦、更困难一些，心里要做好准备。明白。好，那我走了。对了，赶快给你妈妈写封信。啊？他是你什么人？我父亲。你走了，像海鸥飞翔，我走了，那么的匆忙。你走了，像彩云飘扬，我走了，那么的彷徨。你把生命留在了战场，我把鲜血洒在了怒江。你把悲伤遗忘在故乡，我把青春放在天堂。春天的面对弥漫着花香，细腻的春已划过了脸庞，年轻的生命无比的刚强，伤心的泪水浸透这一生。为了自由走上战场，军人荣誉无上荣光。为了独立走向远方，化为灰烬永放怎么样？在缅南我撤了你的排长，心里不舒服吧？没什么不舒服的，都怪我大意轻敌，损失了那么多弟兄。打仗嘛，哪有不死人的？不过当初我真想毙了你。那您怎么不逼我？我要毙了你，谁来带小分队啊？不过这次幸亏了老曹、童风奇这几个老兵，尤其是童风奇，在皮尤河阻击战救了我一命。其实我当初最担心的，就是你和童风奇搞不到一块儿，知道吗？童风奇和我一样，心里面都藏着很多事儿。放心吧，营长，至少我们心里都明白，真正的敌人是谁。这次杜长官把咱们编进了200师，200师可是咱们最精锐的部队，明白吗？明白。营长，
你不一直都问我心里有什么事儿吗？我想和你聊聊。我现在不想问了。我敬你。怎么了？段仲杰的儿子，你小子嘴够紧的。道长，战场上谁的儿子也没用。这里是通古前沿阵地，我们的身后就是通古城。这条是西当河，这是西当河大桥。我们的对面是第55师团，我们的侧翼是英军。我们只有固守住通古前沿阵地，才能为我们的增援部队赢得时间。在通古全歼第55师团。通古附近肯定是日军55师团，但这个小团队是不是他们的？从这符号上看，不大可能。那如果不是他们的，是谁的？是来干什么日军在缅甸总共就是55师团和33师团。如果戴安澜他们面对的是55师团，那这支队伍就是第33师团。但是他们急速地往北行军，为什么？这是个备用线，这个说明他们自己知道他们出征的时间不会短。这不是来侦察的，这是来打仗的。段正国他们小分队报告，这支队伍边打边跑，根本不与他们正面接战。两军对峙，有的时候细节往往决定大局。是这位参谋长，我判断这是一支担负着特殊任务的侦察小分队。此事不可掉以轻心，我建议还是交给战术侦察部。还迫于这个符号。报告，日军已经完成了集结，正面向通古发动了攻击。
现在的情况，日军33师团在北繆跟英国人正对着，英国人动不了。日军18师团在经麦，但是马上要进入缅甸。日军56师团应该在新加坡，但是我怀疑他们已经在海上，要从仰光登陆。现在唯一能对抗他们的部队就是2等师。日军怎么会抽调这么多兵力来增援缅甸呢？东南亚大多是英国人的殖民地，可英军遇敌即溃，所以日本人就能迅速地把富裕部队抽到缅甸对付我们了。但是我现在有一个害怕，我怕从气势上、装备上、训练上，200师是没有办法对抗日军。戴安澜，你不用担心，日军的第55师团是我们的宿敌。我对戴安澜以及200师的将士们充满信心，我坚信他们会像钉子一样，牢牢地扎在铜鼓，牵制住敌人。如果真的是这样，下面的戏就好唱了。参谋长，现在当务之急是应该马上把增援部队调上来，尽快对敌人形成合围。师长，敌人的空袭和炮火太猛，我团伤亡近100人。我3号阵地基本全部垮塌，5连全部阵亡。他奶奶的，我那儿也一样，没有重装备，光挨炸一炮。我团11号前沿阵地被埋了近1半兄弟，这样几轮下来，我们就无兵可用了，师座。请先告诉我，你们哪一个觉得坚守不住阵地的，或者觉得坚守下去没有把握的？我没问题，坚守阵地，绝不后退半步。师座，请放心，是与铜鼓共存亡。铜鼓此役非走小可呀，它既是我远征军入缅后万众瞩目的第1场大仗，在军事和政治上有着重大的意义。我们身后铜鼓城的存亡，关系到我们能否组织日军继续北上，进而为盟军全面反攻提供一个稳固的立脚点。只有坚决粉碎敌人的进攻，才能实现盟军总部在铜鼓包围和歼灭第55师团的战略目标。师座，我听说4到1连展开战地射击比赛，他们的阵地前没有鬼子伤兵，只有尸体。好样的！只有有效的杀伤敌人，才是提升士气、打击顽蹄子最好办法。
参谋长，到，马上向全师推广他们的战法。是。诸位，拜托了。人开始进攻了，全体站在岗位。是。好样的！漂亮，大腿，大腿啊！弟兄们，鬼子的第2轮进攻被他们打退了，现在原地休息检查弹药，千万别大意，防备鬼子第3轮进攻，明白吗？明白。瓶子，哎，馒头呢？吃完了。你一定要离开吗？是的，第1路军部已经在朴贝建立，我赶到那儿呢，离铜鼓更近些，方便指挥。保重。参谋长放心，我会及时跟你保持联系的。另外，有段长官在您身旁，您不会寂寞的。报，听下去，有对报。再见。该死！回去。参谋长，你回来了，改变主意了？我不是改变主意，我是没主意了。怎么回事？英国人管理的公路和铁路乱作一团，造成堵塞，后续部队根本上不来。
现在每天的行进速度比蜗牛很多。Hey, General Alexander, Stillwell. Well, we got a bit of a situation here. We got some pretty heavy fighting with the 200th Regiment. We're trying to get some people in there, but the roads are all blocked. So what we need you to do is open up the roads, open up the railheads so we can get some logistic support in there. Okay? We British always keep our word. As for the traffic situation, I don't think it was so serious. It's not just a traffic jam, it's very serious. It's a big traffic jam. We're moving like molasses over there. I'll try my best to fix it. Yeah. All right, you said it. Don't let me down. 英国人怎么说？没问题，满口答应。有，英国人痛快。参谋长，告辞。Please. General Sitwell's now complaining he's not satisfied with our road and rail system. But this is war. Now, we have to consider is how to withdraw our British group safely into India. But this way, you will call extreme opposition from the Chinese sides. Besides this, we don't have explanation for U.S. government. General, please, be prudent. The Japanese are unstoppable. If our soldiers in Tonggu are defeated, who will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I didn't travel 10,000 miles to be cannon fodder for another country. We've suffered enough in Asia. And the cabinet's already decided. We must withdraw to India. What do you mean? Give up Burma completely? Do you have a better idea? But in this case, 200 Chinese expedition force will face the powerful 55th Division of Japanese Army. That will make Tonggu battle fall short. General, I must remind you, the interests of the British Empire are above all. The Chinese are only here to protect their own interests. We've done enough, and we're not the nannies of the Chinese.没事啊，邵护士。你认识我？
你也认识我呀？段振国啊！你没死啊？哎，怎么说话的？不吉利吗，单护士？这仗打得太累了，小鬼子一个炮弹扔过来，我就睡了一会儿。哎，有吃的没？好饿呀！有，你等着啊。来点水可好了。好吃。听说你们同古前线打得很惨啊，伤亡挺重的吧？怎么样？担心我了？切，臭美，谁担心你了？你咋站着呀？赶紧照顾伤员了。你看，还流血了，疼死了。哎，啊，疼啊，忍着点啊。你们全家都上战场了，你就玩命吧，反正啊，你死了有人伤心。别动，看没看？看吗？单护士，我问你个问题啊，要是有一天我牺牲了，你会伤心吗？凡是中国军人牺牲了，谁死了我都心疼。那要是名人呢？哎，小伙长得还挺潇洒，这脸怎么照的有点胖啊？角度不太好吗？还算上进，英雄啊！你看看，什么是英雄？请欣赏。后悔当初有眼无珠了吧？我发现你怎么这么没正经啊？我才不正经呢！我在战场上一本正经地杀敌，现在一本正经地接受你的治疗，我哪不正经啊？行了，伤口处理好了，你可以走了。那别呀，没好呢，你还没擦完呢，还流着血呢，快，接着来，接着来。娘的，鬼子又开始进攻了，得马上回阵地。这报纸先借我看看，反正是战地报纸，我随便翻翻。哎，赵子龙，小心点。放心吧，单雄信同学。报告军座，戴师长的电话接通了。喂，戴安澜吗？戴安澜吗？我是杜一鸣。军座，我是戴安澜。你的情况怎么样？敌人的攻势异常猛烈，飞机、坦克、重炮倾巢出动，我们的阵地上如同反复生灵，覆土淫池。我们的防御工事已经多处遭到毁坏，我们寻求敌人水战。日军先后已经发动了8次进攻了，全部被我们打退了。喂，那部队的情况怎么样？全体官兵战志高昂，我们的阵地寸土未失。日军丢在我们前沿阵地的尸体估计有2000多具吧。说说你的伤亡情况。损失不小，不过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坚守。
我的预备队还没上呢。我要你的实际伤亡人数。武器有1500人，绝大多数都是炮弹和炸弹所伤。军座，为什么我那重炮还不上？该死的英国佬根本就不合作，铁路运输乱作一团。现在我们正在全力协调，所以必须要求你孤军坚守。弹药供给情况怎么样？坚强够了，关键是守住永康机场。如果部队有空投物资的支援，最多可以坚守5天。安澜老弟，通古前线的情况可以想见，部队呢也相当疲劳，所以你要相机收缩阵地，巩固防线。告诉弟兄们，现在的战局仍需200师咬牙坚持下去，绝不能让日军北进一步。请你们再耐心的等一等，耐心的等一等，增援部队很快就会赶到，很快。请军座放心，安澜和200师的全体官兵将不辱使命，愿意以更大的代价坚决守住藤谷。军座，敌人开始进攻了，我挂了。喂，喂，喂！现英军的情况，日军33师团在大规模集结，英军正与之对峙，但目前由于通讯不畅，详情尚不明了。如此惨烈的攻防战，攻进的一方固然疲惫，固守的一方也必然损失惨重。期待增援呐，军座。可是戴师长并没有主动提出啊，足见200师完全可以坚守。他会提吗？他能提吗？你们身在后方，根本不了解前线的具体情况，懂吗？是，军座。立刻查明新22师的具体位置，命令廖相跑步前进，要不惜一切代价赶到通古，减少200师的压力。快去！是。军座，军座，廖耀湘报道，建主，及时雨，及时雨，快来，来，说说你的新22师到什么位置了？一个团刚刚开到平板大，其余的后援部队和重火器全被组织在后方，这是国足难行啊！怎么会是这样呢？那帮英国人全是吃干饭的，公路阻塞，铁路断轨，把我的大部队全部耽搁在半路上。吵架干仗，着急上火，一概都没用，他们就是慢条斯理，这能把人逼疯了。那你这个团是怎么到的？幸好我事先早有准备，汽车、步行交替轮换，还在半路上强行截停了英军的一个车队，这才赶过来一个团。军座，是不是先拉上去增援？根据戴安澜的报告，日军在通古的55师团大约有25000人以上，现在的一个团只能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不过你的这个团可以作为预备队，随时准备出发。现在在通古的周边也发现了日本人，情况危机的绝不仅仅是通古。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戴安澜侧翼的这些英国人。报告军座，驻缅参谋团段副团长到。他来的正好，这就交给你们了。建主，你先根据预案赶到叶达西，建立战斗指挥部，随时听候我的命令。是。哎呀，德飞兄，找你陪我跑一趟。哪儿去？梅苗找史迪威。我刚从梅苗回来。这件事情没你不行。参谋长，我必须遗憾地告诉你，现在的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糟糕了。我希望阁下能够高度地重视此事对通古战区乃至整个战局造成的影响。自从我远征军入缅到现在，英军始终都是言而无信，贻误战机，这种状况简直是令人忍无可忍。杜将军，我理解你的心情。
你放心，我会派人去解决。周，现在时间非常紧迫，若不赶紧设法改变这个局面，那在前线奋战的200师很可能从牵制敌人、消耗敌人，变成被强敌所消耗、所围困。我觉得没有这么严重，因为英国人很清楚，如果真的到了这个地步，是他们要负责。那就来不及了，参谋长。本来就应该依照战前军事会议确定的那样，哪一方该负什么样的责任，他就应该切实的负什么样的责任，而不是推诿搪塞，毫不负责任。杜聿明，我同意，我明白，但你得给我时间。尊敬的参谋长阁下，我们现在正面临着跟日军抢时间、争速度的关键时刻。阁下不知道是不是还记得，当初我们在这个红楼初次见面的时候，我就说过，把远征军第5军主力调运到铜鼓和平满纳地带，完成战备集结。英军除了提供车辆，保证公路、铁路运输畅通无阻外，还必须在我作战地区的区域建成后勤设施，保证供应无误。这2条是至关重要的环节，甚至它决定着铜鼓作战是不是能进行下去和成败的关键所在。而英军呢，现在给我们兑现了哪一条呢？杜将军，你坐，坐，请坐。杜将军，我不否认，在许多方面，英国人做得很不理想，甚至很不体面。但是，杜将军，我们中美英是盟军，是整体的，实行的也是军事会议上3方共同认可的战略。因此，在我处理你们2家关系的时候，我又得考虑作战，又得考虑盟军内部的团结，否则这个仗是没有办法往下打。周，我想提醒你，铜鼓之战只能胜利，不能失败。可现在200师是在孤军作战。谢谢你的提醒。但是中国军队不是孤军作战，我们总的战略意图是明确的，那就是集中中英2军主力，诱敌55师团孤军深入，包围、歼灭，然后再围歼33师团，城市收复阳光。为了实现这总的目标，有的时候我们要为英国人着想。为英国人着想？那谁为200师着想呢？难道我200师在铜鼓现在跟日军玩的是军事演习吗？好，杜将军，你希望我怎么做？恕我直言，在你的心目中，是不是中国军队的安危远不如亚历山大贵族尊严的那么尊贵？杜将军，中国军队的安危非常重要，但是对亚历山大的尊严也不能没有，否则这个盟军怎么打仗？我现在开始怀疑你不光是不相信亚历山大，你也不相信我，因为你不是亚历山大。尊敬的参谋长阁下，看来我大老远跑来找你，都毫无结果，是吗？现在我郑重声明，这个问题的解决以2日为限。如果2天以后仍然没有结果，到时候
我会从铜鼓前线撤走我的第200师。我今天把话给你摔到这儿，别说我跟你没打招呼。2天。杜聿明考虑的是200师，这是没有错。但我考虑的是全局。铜鼓的命运是全局的一部分，不顾全局的，恰恰是英国人。Are the troops ready? Yes, sir. They can leave the defensive position at any time. Great, Colonel. This is in line with the Empire's interest, so it is not so moral. The troops should be ready to leave Tungun. Be quick. Wait. Military vehicles are not allowed to turn on the headlights. Weapons influence on. Don't disturb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Yes, sir. Yonkou空港は200市勤務部隊の重要な通路だ。誰かを考えず空港を占領しろ。中村君、連隊2つ挙げる。もし順調に取れば実績を報告する。できなければ軍法勝利。はい。